关于吃素这个问题，有些事情，我想被比较复杂化。就像我们从小，如果一个妈妈，然后喂我们吃鸡肉饭，来妈妈吃鸡肉饭，然后我吃了一口鸡肉饭，这时候我会有杀业吗？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它出现在最原始、最基本的出发点上面。相信大家，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持续外面都有在吃肉，那除非是纯粹吃素的家庭才没有吃肉。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吃肉从小我们只会把它当成一个食物看待，我们压根就没有想象说，那是一只鸡，然后那只鸡被屠杀的时候，然后有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残忍。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只是吃一个食物这样子而已。但是慢慢我们接受到很多讯息之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那只鸡是会痛苦的。那这时候我们有了这样的讯息之后，我们在很细微出发点上就会有了一些变化。那我们每一次去吃的时候，到底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搞不好想说，那只鸡吃这个肉联想到那只鸡那只鸡很痛苦被杀掉，但是摆在我眼前这盘鸡肉看起来好好吃哦。那这时候我去吃它，当然会有造业的可能因为我的出发点在很细微层面，我已经知道我因为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然后也知道那只鸡是痛苦的，那这样的一个联想就会产生一些业出来，一些恶业出来，这就很正常。很多事情它在一个很自然的层面上，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看最纯粹、最原始的那个出发点，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本来没事就变成有事这样吗？本来没事有可能会变成有事，但是变成有事之后，也就不能够去认为说，然后就没事了，反正跟原来一样。这时候反而就会有因为杀不杀的问题在里面。我们就是要每一刻去审视自己那一个当下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所以你的意思是，比如说吃鸡肉的时候，去想那只鸡，可能从哪里被杀，然后它很痛苦，怎样，反而去想这些，然后我们就挣扎说到底要不要吃，于是我们选择吃了，反而是有业力的。当然了，那只是纯粹把它当作食物，那就没有业力。是不是纯粹当作食物？我们会在要看我们很细微的层面，到底是最原始的那个信念到底是什么。那应该我想很多素食者应该吃肉，应该就没办法好好安心吃了吧，就会觉得没错绝对不可能安心吃。所以素食者还是继续吃素食好了，会比较好。对啊，既然你觉得这样很不慈悲是杀生，那就吃，尽管只是吃一点肉都有恶业，那就继续吃会比较好。其实最好就是我吃素，那就不会有杀业的问题，并且我看到其他有肉品的时候，我还去超度它，那这样不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吗？这样就完全不会有恶业，反而一定会有善业，就是这样。那但是如果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想的？这时候要好好去审视自己，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说出发点只是把肉当成食物而已，那今天我杀一个人，然后把他的肉也煮来吃，也把他的肉当成是食物呢？这样也没有恶业吗？一定会有啊。那你不是说把肉当成食物就好？肉不是我杀的，我才能够没有感觉到我给出痛苦。不管杀牛、杀猫还是杀人，我一定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对方的痛苦，然后我继续杀，杀完我还吃它，绝对是我给出痛苦。不管是人或者动物，一定有恶业，不可能杀人。我去杀人的时候，我完全感觉不到他有痛苦，不可能有这种事的。只要我给出痛苦，我明知道对方痛苦，我还给出痛苦，这本身就有恶业了。先不要说吃了，杀的时候就有恶业。吃的时候一定会联想到这个人是我杀的，一样会有恶业，双重恶业，不可能没有恶业的。所以假设说一个动物，它不是因我而死的，它是因别人而死的，然后别人把它杀来吃，那我吃它的肉只是当食物，就是出发点很纯粹的，只是当食物，没有想这么多，就没有恶业了。可是没有错啊，但是刚刚在整段想来，整段说过来，其实就一定会想到一些杀与不杀的问题。就是这只动物虽然不是我杀的，是别人杀的。就是我这样，当我这样想，那又有出发点又变了。没错就是这样子。就是当你有就是多了一个想法，那个整个结局就会变得不一样。这样。没错。就原本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说，这个动物是他杀的，还是谁杀，还是我杀，慈不慈悲什么？原本根本就没有想到，只是纯粹就是食物来了，吃食物。对啊。就没有什么恶业。但是当我们已经接受了另外一个信念，然后知道了这些食物的来源是会给
给出痛苦的，让其他动物是会有痛苦。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些信念，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所改变，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信念，我们拿不掉这个信念了，那我们就应该去吃素了。因为我们已经觉得说吃肉本身就会有罪恶感，那不管是多或者少，你一定会觉得说啊，吃肉总是不好，但是我没办法，因为有上班啊，附近只有便当卖，然后也没素食店，然后很不方便，然后同事们出去，然后大家也是都吃饭吃肉，我不跟着吃又不合群，然后又很奇怪，或者我在当兵啊，当兵煮来的全部都是就是有肉，如果我不吃肉，根本没什么东西可以吃啊，很不方便。基于这些不方便，然后但是自己又有点拉扯，觉得说，肉其实真的是有点不慈悲这样。那其实这样你就已经掉进那个拉扯的循环，那你就不应该吃肉了。哦，那会不会有人看我们的影片，反而提醒到他，本来没事变有事啊？所以我们给出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一切是作用在最细微的出发点上，每个人出发点是什么，要去好好的审视自己，然后再去采取行动，就是这样子。那出发点是想法上吗？自己可以发现吗？当然可以发现啊，我们会从自己不是潜意识的吗？潜意识，但是会表现在你的心情，表现在情绪，表现在你每一刻是不是轻松的状态下，其实会抓得到它的氛围。你会因为你自己觉得有点卡卡的，或者心情有点不太开心或者怎么样，或你会反映在那个你的利用你的情绪，你可以看到你原始的出发点。对啊，所以每个人的功课，每个人的路都不同，对啊。这个就是大家的功课。当然我基于这种原则下，其实就尽量吃素就是最好的。我既不吃，然后我看到肉我又帮它超度，这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吗？这样不是最棒吗？就是我既吃素，然后看到肉我又去超度它，这样一定是会一直持续回来善业。但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必须要好好审视我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在鼓励吃素啊？因为整个过程所有的事情，唯独是全部都是吃素，你的出发点一定会保持的最干净。哦，所以吃肉就不会出发点。吃肉就你每个人要自己去看自己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哦，所以你会吃肉吗？我当然会吃啊，我的出发点非常单纯，我不只是当成食物，而且我还会去让它离苦得乐，进而得到更好的帮助。我的出发点是去帮助他。对啊，出发点是真的是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业自己担嘛。对啊，没错，那大家不用自己是跑不掉的，不用执着别人一定要吃素还是吃肉。其实当我们因为这个素食或荤食这个事情而去用一种指责或者批判的态度去面对对方的时候，我们本身投射出去的就是批判的能量，所以不管是不是已经到了有点仇恨的层级，不管是不是怎样，只要你去批判，你给出的能量本身就不纯粹，本身就不是好的善的。我们不是因为爱对方，然后希望对方不要吃肉，而是我们产生了一种比对，我们觉得你是不好的，然后所以你不应该这样。我们不是因为去爱对方，然后希望对方不要做，而是甚至可能会讨厌对方，觉得啊你们这样哦，你们就是有你们这种人啊，才这样。对啊。其实这样的时候，自己也无形中投射出不好的出发点。这个每个人在出发点上真的非常细微，每一刻都要非常认真来面对。对啊，素食者跟荤食者都一样，对啊。对啊。就其实不管再怎么讲别人啊，别人怎样，其实到头来都是自己要做的功课啊，对不对？都是自己要管好自己。是这样吗？基本上，如果自己是充满爱的话，看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你都会用爱的角度去看。对啊，是的。拜读。